之后会去 OpenAI 当 software engineer。我之后要去 San Francisco 的 Salesforce 当 software engineer。刚开始在 LinkedIn 工作，然后我的职位是 product builder。我现在在 Google Team Machine，所以我会当软体工程师。名校光环真的还是这么有用吗？现在距离毕业大概3个月，找到工作的听起来%就是有一个必杀技，就是你。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我的频道。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软体工程师的数量越来越少啊，然后找工作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影响到很多 new grad 的工作。但是究竟现实是这样吗？美国现在的就业环境到底如何？今天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了4位年轻的 new grad， 要来跟我们真实的分享一下他们的第一手经验。那我们就来欢迎4位来宾，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应该都是台湾的学弟嘛。Hello， 大家好，我在台湾读的是台湾大学的资讯工程学系，在美国读 UC Berkeley 的 Master of Engineering (ECS)， 然后之后会去 OpenAI 当 software engineer。大家好，我大学就来美国了。我的大学是在 Georgia Tech 读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资工，然后现在在 Berkeley 读1年的 EX Program Masters 这样子。我之后要去 San Francisco 的 Salesforce 当 software engineer。嗨，大家好，我大学在 Berkeley 读，然后我就是读 CS 的。我去年12月刚毕业，现在是刚开始在 LinkedIn 工作，然后我的职位是一个它比较新的一个 role， 叫做 product builder。嗨，大家好，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在美国在 UC Irvine 读资工跟资管双主修，现在那个 Master 跟他们一起在 Berkeley 的 Master of Engineering (EX) 读 Robotics。我现在在 Google Team Machine， 顺利的话之后我会当软体工程师。不过我就先来聊一下，就是因为这4位有为的学弟都找到了工作，虽然都是 new grad， 但我就很好奇，现在的 new grad 身边的朋友找到工作的比例大概是怎样？就我先讲一下，我那一年我是2019年底，算是 COVID 之前，然后我念的其实也不是纯 CS， 我念的是一个叫做 Berkeley 的 School of Information， 就是资管，但它是一个2年的 program。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实习，然后就可以转正，怎么样？毕业之后，我听说大概100%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所以我就很好奇现在的找工作现况是怎么样。不管是 Berkeley 的 undergrad 或是 Berkeley 的 master grad， 名校光环真的还是这么有用吗？我可以现在讲一下我在 UC Berkeley 读 Master 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怎么样了。我觉得现在距离毕业大概3个月，找到工作的听起来30%就不到一半。然后有些同学会想要延毕1个学期，看可不可以暑假再给他做一个 CPT 的实习，然后今年年底再毕业。但这个就是 case by case， 个人情况，如果学校愿意通融的话就可以，但这不是常态的事情。有些同学会直接找台湾的正职回去做，也是算衔接的很好。台湾的软体公司嘛。对。我有听过有些人去台湾的机器人的新创，有些人去台湾的 Google 实习正职都有。OK， 那很好奇，就是大家找工作的管道，像我那个年代，就是都会用什么 Career Fair 啊，因为 Berkeley 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给 Berkeley 学生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去 Career Fair 比较有帮助，但我就很好奇，大家都是用什么样子的管道找到工作？是海投吗？还是什么 referral 啊，还是什么 networking 啊之类的？大概有几种方式吧，就是海投，我觉得我们好像大家都有海投的经验，就不管是 LinkedIn， 就是每天这样刷，或者是 GitHub 的那种 GitHub list。GitHub list 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听到的是这样，就是很多公司审履历，他们都是 rolling basis， 就是像假如说有5000个人投这个履历好了，他们只会看前1000个，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后面4000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公司的职缺出来之后，你就是马上投你的履历，这样比较能 guarantee 就是你的履历会被 recruiter 看到，然后有可能会拿到面试这样。所以很多人在 GitHub 上面就会有 maintain 一些 list， 像如果你去查就是可能2026年 new grad software engineer 的 GitHub list 好了，每天都会有人在上面更新说哪些公司在今天有 PO 一个新的职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当时来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每天可能会上去刷个大概3-4次吧，然后有些公司马上出来就马上投这样子，会比较好拿到 interview。对，有一个 GitHub 的 repo， 然后会实时更新这样子。有个叫 Simplify 嘛。我以为你们是去用那种什么 AI 投履历机器人，海投机器人有这种有没有用？真的有用？我要钱。但 GitHub 是免费，那 GitHub 是有点像看 job posting 用的，就直接写在他那个 readme 里面，说这个当时 post 出来是15个小时之前什么职缺什么公司，所以就是时效性变得非常重要，一开就要马上去投。对，是这样。然后有些工具是那个你在那个求职投履历的网页，你一键就可以把你的基本资料填好，你只要再填一些，例如说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啊之类的，然后就可以送出去，对，2分钟可以填好一个职缺的 AI 工具，就可以高速狂投。对。那除了就是海投，然后时效性很重要之外，大家有没有觉得帮助大家找工作的有用的管道？我有2个是有拿到面试的管道还不错，一个就是 in person 的 career fair， 就真的跟那边人讲说，我是什么专业的，我是做 robotics 的，然后你也是做 robotics 的，然后他可能做自驾车的，那他就会说，那我们在找什么
10个 new grad 的 software engineer， 那我给你 OA， 你回去写，我再给你面试，我拿到1个。In person 是像 Berkeley 特别办，对，就像就业博览会那样子。然后有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学校的 ECS 的 mail list 也会寄说什么某某校友在，例如说某个大公司的什么 team 要找人，然后要这些需求，然后你就直接把你的履历 email 给他，然后我拿到一个面试，是这样子来的。就学校里面的 connection 也蛮重要的。我之前就有真的有 message 一个就是那个 TikTok 的那个女生，然后真的拿到 referral。refer， 所以你们也会有找就认识的学长姐帮你们 refer， 甚至不一定要认识。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些管道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你就去试试看。反正最惨的情况也就是他不回你而已。然后好的情况就是你可以拿到一个 referral。想到这个，我刚才也在分享，就是有一个必杀技，什么必杀技？找 referral， 然后找面试，然后直接通过 resume 这一关的一个必杀技。那时候我也是我跟一个朋友得到，就是你 mass cold emailing people， 然后我有一个系统是可以在一个网站找，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你特别有兴趣的一个职缺，然后你就是找所有这个公司的可能 software engineer 或者 software engineer manager 这种，我自己是找像是 product manager 或者什么的，你会把它存到一个 list 上面，然后你把他们的 names 跟他们的 email 直接存到可能一个 Google Sheet 里面，然后用 mail merge 的方式一次去送，就是几百封信，我大概寄了几千封以上，然后大概回复率都很高，大概有5%到10%的回复率，然后大概拿到至少10个 referral， 4-5个面试，然后我其实去年的实习就是这样拿到的。哇，太厉害！可是怎么找到那些人的 email？ 因为那些应该不是 public 的吧？像是 Apollo 是一个网站，就是特别给 CRM 或者是特别给 sales 人或者是找工作的人用的一个网站，因为它都是 free 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就是有那些人的真的 email， 你就是去爬那些你有兴趣的人的 email， 然后运用一些 batch send 啊之类的方法。可是你基本上你寄信给那些人都是就问说，可不可以帮我 refer 这样，或者说你们的组有没有 opening 这种东西？大部分的时候我好像都是会看到一个 open 的 role，我觉得我对这个 role 很有兴趣，然后我也对这个公司可能我有做一点基本的 research， 所以我可以从我的 email 里面大概表示出来，就是它这个 product 我说这个 feature 很特别，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可能跟我之前的 experience 有契合到，在那个 email 里面我可能就会问说，有没有什么 advice 可以让我 stand out 啊？我不会直接去问这个 referral， 但他们都会自己 offer， 或者他们会直接说，I'll pass your resume to your recruiter。哇哦！然后常常如果他们是 hiring manager， 他们会直接给你面试。哇，很厉害耶！学到了。这种扣 email 真的是一个要非常非常的人做到。可是我觉得 email 也还好吧，反正他也看不到你啊，你又不用去打。虽然是说现在有很多工具啊，你要知道怎么去用，然后怎么样用在对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其实蛮重要，就是你应该是会对那些公司或是职位做一些 research， 就不是那种直接就说可以帮我 refer 吗或怎样的，就是还是要有一点基本的自己做一些功课，然后跟表现你的诚意跟礼貌，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对，然后我常常可能也会做一些可能用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去研究这个公司或者自己去看一些 podcast 影片，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用一个 Google search 去找到一些 information，然后这样他们回复率才会比较高。那你们现在拿到 offer 的工作都是怎么样管道开始这个面试的？海投吗？还是怎么样？我第一个 offer 其实是 TikTok， 那个是海投，就是看刚刚讲到的 GitHub repo， 然后他一开那个职缺我就去投。然后第二个是 OpenAI 的这个 offer， 我就是觉得说好像 OpenAI 工作好像蛮酷的然后就去看网页看说有 OpenAI 我就投，就是个人自己去投这样子。然后第三个 Google 应该也是 GitHub repo 那边来的，这3个都是海投来的。那学弟是因为 return 嘛，刚刚有讲。对，我那时候找 intern 的时候，我也是从 GitHub list 上面，然后也是开了就马上去投。刚好就是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project， 有跟他们其中一个 team 的在做的东西有点相符这样子，所以就被 recruiter pick up resume， 然后邀面试这样子。那 LinkedIn 的跟 Google 的是怎么样拿到面试？我第一个 offer 也是 return 拿到的，然后那个是我 cold email 拿到的。但 LinkedIn 这个就是他当时候的 CPO 打广告打得很凶，就是他都会上 Lenny's podcast， 上各种不同的播客去就是做访问，然后他就会不经意的提到说，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 program， 欢迎大家来 apply 什么的。所以你是直接 reach out 到 CPO 这样吗？我没有 reach out 到 CPO， 那时候是他就是有一个可能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去投，但是他不是只有投履历，他还要放就是 demo video 啊，然后要 show 你之前做过的一个 product， 然后是有 reach 真实的用户的，
然后你要讲一下，就是你有 show the answer question 要讲一下，就是你的 impact 跟你实际的 role 什么的。我也就是这样申请，我那时候也有扣 email 很多人啦，但他们都没有给我 referral。那时候他们就是给我一些 advice 这样，然后我就说哦，听，后来就是这样，也是一步一步面试这样练到最后。那 Google 的话也是用海投的嘛？因为我知道我有2个共同届的，他们没有读 master， 他们直接在 Google 工作了。然后我跟他们没有很熟，但我就从LinkedIn 传个讯息，我也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先问说有没有什么 advice 可以帮我。然后他讲完之后，他就顺便说，那你要不要 refer 可以跟我讲？我说好，那很需要的。他就帮我 refer 了，所以校友的方式，校友的 connection， 对，去请 referral。对，而且我觉得这要看公司，有些公司 referral 真的蛮重要，像 Google 就是你如果基本上 referral， 你可以就直接跨过 resume screening。OK，所以就是 Google 你有 refer， 他就给你一个面试，就是几率就更高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像我之前换了工作，但是我感觉在 senior 就面试的形态还是跟以前蛮像，都还是 legal 啊、system design、behavior 啊这一类的。但是我就很好奇，现在 new grad 的准备的方式有什么改变吗？你们自己觉得？不管你是 new grad 还是 experience hire， 如果你最近正在准备美国科技业的求职呢，我最近看到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平台，叫做 Show Offer。它不是只会给你一堆 legal 上面的题目，而是它能够把整个面试的准备流程拆得非常的完整。目前它主要的 focus 在以下3样，一个是 system design、behavior 还有 project retro 的部分。那它的 behavior 呢，它其实不只是教你怎么会用 STAR 模板，还会教你怎么选故事，怎么样跟你的职级对接清楚，怎么样把 impact 讲清楚。这点我觉得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另外，我觉得它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是它很强调公司不同还有题型的准备。你不只是在做很广泛的练习，而是你直接可以练习到像是 Google 啊、Meta、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的内容，而且它也会帮你分成 coding、system design、behavior 这些不同的面向。对于求职者来说，这种目标导向的准备方式，我觉得会比你自己到处的找很多零散的资讯有效很多。而且你也可以透过它的 one-on-one coaching session， 真的和在那个公司里面的人进行模拟面试，这样子可以得到最真实的反馈。而且 Show Offer 呢，它还有 ML 的 mock and coaching interview， 然后这些你的导师呢都是有20年经验以上的人，而且他在 one-on-one coaching 过程中也会帮你去强调针对你自己的 personal story 去 tailor。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往更高阶的职位走，或是更 ML AI focus 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 Show Offer 他们的平台。那另外呢 ，Show Offer 也有专属的频道讲解 system design 的课程，内容真的非常的有深度，都是1个小时以上起跳的超级扎实的影片，而且重点是完全免费。所以如果你也是在准备美国科技业求职的话，现在就可以上 Show Offer。我把详细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公司像好像 Meta， 它会可以让你开始允许你用 AI 帮你解决 coding 的 question， 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自己在面试的经验中有发现什么不同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一样的东西？我可以先讲一个我之前面试过的某个公司，我觉得它的题目设计的不会到很刁难 new grad， 然后也可以很有效防你用 AI 作弊。用 AI 作弊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他给你一个问题，然后会在那边思考，然后其实你在偷看那个，其实你在偷看他的问题，看完之后底下有一个他打好的 code， 你就照着那个 code 把它打上去。这可以帮你解决很难很难的一个小题目，但是他那个公司做的事情是把那个难易度调低一点，但是他 coding 量非常非常多。我的那45分钟的 coding 扣掉一些聊天时间，大概剩35分钟。我在打了100行的5个 class 左右，然后边打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说，这个 A class 的 function 要跟 B class 的某个 function 要一起用，然后用在 C class 里面一起叫什么之类的。但是 AI 没办法帮你做这个吗？你很难 replicate 那个思路出来，而且 AI 帮你做出来的话，那你就是只能照打嘛。然后那个面试官问你说，你这个 C class 的这个 function 你要干嘛？然后你可能一时之间打不出来，你也不知道它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的一个题目。所以题目的设计就不像 LeetCode， 没有像 LeetCode 那么小一个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他们很重视就是那个沟通啦，基本上就是你边写就要解释你的思路，然后可能问你问题，所以用 AI 应该不太有可能在这上面作弊。那像是 system design， 我不知道像 new grad 也会考 system design 吗？你是不是有面过一个 system design？System design 的话，其实我觉得 new grad 大部分的公司都还是不会考 system design， 但是有几个特定的公司他们会考。如果 interview 的 preparation， 大家可以去什么 Glassdoor 或者是什么1亩3分地或 Reddit 上面，就是问一下说，可能这个公司它的 software engineer 可能 new grad 就是每一关他可能会考些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 system design 的话，我自己之前是有准备，有面过2家公司。第一家公司他那时候本来跟我说要考 system design， 然后我就是有去准备
备要怎么 design 一个 YouTube 啊或 Twitter 啊或什么之类的，但结果后来我临时没被考 System Design 这样子。哦，对，所以就考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不知道的什么，就是 API 什么 error handling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有点挂掉这样子。然后有另一间公司也是 New Grad 最后一关是 System Design， 但是那时候我在面的时候我已经拿到 return 了，然后那家公司我可能对我来说也没有比 return offer 好，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不要继续面了这样子。对，那家公司的薪水没有比较好吗？对，公司没有哇，我觉得没有那你们公司薪水很高。就是 average 的那样子。那所以 OpenAI 跟 Google 的 New Grad 面试都是只有 coding 跟 behavior。我刚刚没有讲到的是那个今年度把 onsite interview 带回来的，对，带回来的。OK 因为很多其他公司都还在 COVID 影响之下，都是维持 virtual，但是 Google 今年就变 onsite。我们有4轮吧，第一轮是 virtual 的 coding， 第二轮 virtual behavior， 然后最后3跟4轮都是 onsite 的 coding。所以就对啊，也没办法用什么 AI tool， 就是真的考你要很懂那个 data structure algorithm， 然后要很能现场跟人沟通。我们甚至还要需要用白板来解题。哇，好 old school。我有一个 interview 超级 old school， 通常都是电脑上看题目，之后在白板上开始写你解法，但他直接在白板上开始写题目，所以我就在白板上跟他聊这样子。哇，那学弟的 OpenAI 的面试 New Grad 是面什么？我可以说 OpenAI 有面了几轮，就是之前放个 OA， 然后 coding 一轮，然后 onsite 的话是 coding 跟 behavioral question back to back。然后我有面过一个新创，也是蛮 old school 的，就是 onsite， 然后白板中间的休息就10分钟，结束完之后可以去吃他们的午餐。这么好，午餐可以吃。在准备的过程中，会用 AI 帮你准备面试吗？不是说在真的面试的时候帮用 AI，但就是说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可以用 AI， 然后让自己的面试准备更有效率。我刚刚听大家讲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像 LinkedIn 我们最后一轮的面试是完全要从头到尾都要用 AI，然后它的那个 round 就叫做 vibe coding or like AI interview round， 大概90分钟，从 ideation 到 design 到 prototype 到 vibe code 全部都是要用 AI tools。可能就是也是我们公司觉得说想要试试看，我们到时候真的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用这些 tools 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新的 workflow 是可以带进这个公司的。所以我自己在 mock interview 的时候，我也是就是用所有 ChatGPT、用 Claude、用 Cursor、用这些东西去训练自己怎么样有效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得到最大的 impact。哦，就加给你一些 feedback。对。哦，那觉得在 AI 准备，比如说 coding 跟 behavior， 你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 tips 吗？我用 AI 准备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有效的是 behavioral question 的那个面试。对，因为有些题目，例如说，你给你一个两难的题目，那你就可以稍微去跟 AI 讨论说，如果我选 A 方向的话，应该怎么讲的比较合理 ，B 方向怎么讲比较合理一点。然后我自己英文也没有很好，所以看他英文打出来的，我就可以大概知道说，要怎么样用字比较正确。这是对于我一个英文不太好的台湾读大学的人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个地方。那我提供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好了，在 coding interview 准备上面，因为有时候 coding interview 他看这种就是他给你一个题目，然后你可能要先 clarify requirements，就是像一些 boundary conditions， 然后问一些问题，再开始写。然后一般你在练 lead code 的时候，这些 condition 都已经写在上面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把那个题目 copy paste 丢进 AI， 然后刚刚说，请你把这个变得比较 ambiguous 一点，然后请你模仿你是一个 interviewer， 他就会生成出一个新的 prompt， 就比较 ambiguous，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问他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 就可以透过这个跟 AI 对话来练习。那你们自己有用过什么 mock interview 的准备吗？还是你们都怎么样去练习 mock interview？ 这个你们觉得重要吗？因为我自己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是 system design， 我觉得就是要 mock 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像你们自己都会怎么样去练习 mock interview。我 mock interview 蛮多的，因为刚听起来虽然现在 AI 非常的进步，但是我的大部分的面试里面就只有一个是 AI 面试，其他的全部都是你要跟真人，而且是现职的工程师去沟通，然后讨论解决问题。我在税上面就找了一群台湾的伙伴们，我们就定期会约mock interview， 有人就说什么他下礼拜要面什么公司，就是找那个公司的考古题，轮流当面试官跟那个被面试的人，练习去跟人沟通你的想法，拆解问题，然后把你的想法讲到对方确定的听得懂。你有时候可能也可以学到一些察言观色的技巧，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听得懂你现在在讲的话，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怎么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因为现在你还是在跟人面试，所以跟真人伙伴们 mock interview 练习面试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觉得，就是跟真人面试的时候，首先是实际你在跟公司面试的时候比较像嘛，因为你如果自己面试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然后你没办法去真的去模仿当时候的可能紧张的气氛跟什么的。然后再另外一点是，可能我很多 product
interview 的时候，常常是要跟面试官一起合作，去 bounce ideas off each other 这种感觉，然后常常是需要有沟通啊，他如果有问题你也要回答啊，就他不是只是一个题目过来，然后你就是去解决它而已，而是你解决它之后，他可能还有下一步，然后你要跟他合作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然后所以真的是要跟人或者跟朋友的时候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就是还是要多交点好朋友，或者利用一些网络的力量。对，所以上很多台湾人，大家都还是会想要一起申请留学啊，或者先找工作之类的。所以他们都是在 Berkeley 吗？还是说就是 online 这样练习？对对对，我们那个伙伴群就是有 Columbia 有 CMU 的，可以有 UCSD 的，然后还有 UC Berkeley 的，就是线上约面试、约练习这样。而且我觉得另外一点也很不错，是你在跟别人练习的时候，即使是帮别人练习，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达到很多怎么样沟通啊，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什么样的技巧，你都可以学过来，他也可以从你身上学过来，所以就是一个正向的学，正向循环。而且你当过面试官之后，你就知道，面试官跟你讲什么是想要试着提示你，又想要帮忙你之类的，你就会知道怎么接那个球。那我要补充一个我面试过很特别的案例，之前的面试可能都是做 lead code， 然后 behavioral question 而已。我面过一个公司是 Elon Musk 的 XAI， 某一关就是要做4个小时的黑客松，他就给你8个题目，你就任选一个，在4个小时之内，你可以用所有的工具，什么 AI coding 的工具也可以。4个小时之后，你就要给他一个完整的 GitHub repo， 里面要有一个 Docker file， 可以部署你的 front end 跟 back end， 然后你要再拍一个 demo video 跟人家讲说，你在这个题目底下，你的 code 要怎么跑起来，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的 input 要放哪里 ，output 会 visualize 在哪个网页里面，会有面试官去检查你 repo 里面的 code 的品质，跟看你的影片，再决定你会不会过关。那是一个我最累的一个面试的经验。我很好奇，你也是 vibe code 出来他的东西吗？可以用你 vibe code 吗？应该可以 vibe code， 可以用什么 Codex 什么都可以。那时候我刚好看到一个题目，跟我之前做过的一个 project 大概有80%的像，我就直接把我那个 repo copy 过来，然后那个 input output 改一下，中间的架构我再 optimize 一下。然后我之前反正就做了很多 project， 会 containerize 一些 back end 跟 front end， 然后也有做过 front end 的开发 UI UX， 所以这一整套流程我算熟的，我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就一个人完成。所以后来有过 XAI 的面试？后来有过，但后来我没有继续面试，因为他面试的要求蛮严格的，就最后一关你一旦面过了，他会希望你如果在学你是学生的话，他希望你装错，然后直接去工作。然后因为我没有，我是国际学生，我没有身份，他就说哦，那你去其他的欧洲的办公室里面，在那边待一下，然后我薪水一样照样给你超高的薪水，跟那个 equity 给你超高，然后再把你聘回来。但你要不要为了我们公司抓炮？你可以透露一下 XAI New Grad 的薪水吗？K base， 因为我那时候1年内我大概投了1500封履历以上。Trump 一释出 H1B 要100K， 然后这些我全部的面试全部都被取消了。那大家会有这样子的焦虑吗？你们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AI 要取代 New Grad 的